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欧奇苗，欢迎来到魔魔鱼魔玩俱乐部。在去年就已经公布的阿卡姆骑士实物到手小面积改色过后，把玩了快1个月，今天就结合我自己的体验还有网上官方数据，给大家巴托一下这款模型到底是神作还是踩雷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由核魔线出品正版授权的1比10拼装模型阿卡姆骑士。先来看一下整体的造型，外观在语言设定上有一定的魔改，但装造方面尽力还原了游戏里阿卡姆骑士的重装机甲质感，不是那种单薄的拼装，整体轮廓壮硕，机甲棱角分明。身形比例的话，个人觉得官方想要模仿战术裤松弛感的大腿要粗了一些啊，其他的倒是一点都不违和。这次模型是提供了双配色，蓝色款是经典阿卡姆骑士的本体，红色款直接对标了红头罩的配色。官方这个双配色设计真是懂玩家了，一盒玩出了2种风格。这次头雕是最大的亮点，透明蓝加透明红的面罩，内部还有细节刻画，它不是空心的透明件啊，官方在内部结构做出了分件。头雕的透明件通透度质感很不错，灯光一打，氛围感直接丰盛了，而且2种头雕可以互换，把玩自由度直接拉满，这波细节核魔线是真的有劲了。关于拼装感受，这次组合度挺在线的，新手能拼，老玩家是爽拼，没有地狱级的缩胶扩孔问题。板件分件很合理，预分色做得很到位，大部分外观件都是做了预喷涂加金属色分件，我这边只是在蓝色的部分做了一个领金蓝黑的喷涂。速组完成后就接近了官涂，对于不想喷涂的玩家，速组是可以直接毕业的。小零件的咬合度适中，没有松垮掉件，也没有过紧掰断的情况。关节骨架是一体式的，相对之前的作品上减少了大量的细碎骨架零件，拼装时长大概在3到4个小时，和之前的系列整体的构造也是相同的，全身机甲外甲都是联动的分件，摆动作时外甲是跟着关节滑动的，这种模仿人类肌肉的结构还是挺有魅力的。最后再来说一下武器配件，首先是核心武器系统，一把非常大的狙击枪，去掉身上的赋予零件，主枪械可以拆分成2把手枪。从外观也可以看到变形的结构，官方做了卡扣固定，变形过后不会松垮，同时枪械也能挂载在大腿或者是背部。然后是近战武士刀、短刃、尼泊尔军刀，还有带锯齿的短刃，总共是4个不同规格的造型，可以手持，可以挂载在腿部、背部，还原游戏里的武装配置。刀身本身有一层金属色的涂装，质感拉满。然后就是一个钩爪发射器，另外还有替换手型、握持手、造型手、握拳手，适配所有的武器，不用怕拿不住零件啊，全套配置下来能摆的姿势是没有上限的，他家的配件量一直给的是很足。那视频的最后除了总结，再展示一下可动性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。其实除了本身的魔改设计以外，漆面和配色算是核魔线这款的核心优势了，金属灰、红蓝配色，透明件的3层质感，官方预涂装没有异色，没有漏漆，并且在板件上就有预涂装的分色，金属色的漆面比较细腻，没有色差，和官图高度一致，从表现上来说就很不错了。其次是正版授权啊，模型还原了游戏阿卡姆骑士 DC 粉，这次有被爽到，双配色设计，红蓝互换，一盒双玩，性价比拉满。当然如果要双入的话，再买一盒也不是不行，就是衣服的特点方面就比较看运气了，因为是随机发送的其中一件。如果是平时玩6寸人偶比较多的玩家，估计会对1比10的比例多少有些差异，但这个比例也是延续了之前几款产品的风格，尺寸适中，展示和把玩都比较合适，也不是很占地方。如果要说什么缺点的话，就是个别的外加卡扣偏紧了些，拼装时需要注意别用力过猛，还有少量细小的零件，拼装时注意别弄丢。武器的变形结构偏紧，第一次变形需要熟悉一下卡扣。整体来说的话，缺点都是小问题，完全不影响整体的体验。2张不到的价位能做到这样，真的是没什么可挑的。不管是自己拼装解压，还是百贵展示，甚至是和魔友交流把玩，这款都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红蓝双入直接凑齐了一对，摆起来就是视觉盛宴。谢谢你能够看到这里啊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关于这款模型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对这款模型还有什么想了解的，或者想看更多的模型测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。我是侯奇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